魔小妖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他花了1年的时间来哀悼美丽的妻子。当哀悼期结束之后，他下达命令，让官员们去各地发布消息，哪个女孩能织出金线，他就娶谁为妻。当这个消息传到一个村庄时，有一个老太太听完之后，回到家，对她长得又丑又瘸的女儿说：“女儿啊，你能用麻絮线织出金线来吗？”女儿坐了下来，沉思着，她非常想成为王后。有一次，当她妈妈离开家时，她关上家门，在窗子上挂了布，防止任何人偷看她织线。她织啊织，但是怎么也不能把麻絮线织成金线。这该死的世界！如果有人能教我怎么能织出金线，我愿意用我的身体和灵魂去交换，哪怕是交给恶魔，我也愿意。我的心肝儿，我在这儿，你想要什么？于是他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恶魔。如果恶魔教他用麻絮线织出金线来，他愿意答应任何条件。我可以教你，但1年后你要把身心都交给我。女孩答应了恶魔的要求。姑娘啊，你先背对着门，坐在这3角凳上，像我这样，然后说3次“魔鬼，魔鬼，金线凳”。说完之后，小恶魔开始织线。女孩也坐到了凳子上，背对着门，说了3次咒语：“魔鬼，魔鬼，金线凳。”然后她就开始织。这就像我能看到你们一样真实。经过女孩子手中的梭子，出来的竟然真的是金线。我的心肝儿，我现在就先离开了，1年之后我再回来将你带走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？这个我不能说，但是如果你能猜出来的话，1年后我就不带走你。于是女孩一边唱着歌，一边织，直到夜晚降临。到了晚上，她母亲回来了。她说：“我的心肝宝贝女儿呀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我看到都是真的吗？你已经能织出金线了。”“是啊，是啊，母亲，你快去禀告国王。”国王不敢相信，居然有人真的可以将麻絮变成金线。“我尊敬的国王殿下，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您可以跟我一起亲眼去看看。”国王带着王公大臣们一起前往女孩的家，就连村里的老人都没见过这么多王公大臣，惊讶的嘴巴都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国王呀，王公大臣们都坐了下来。你们看着这又老又丑又瘸的姑娘，把麻絮线织成了金线。国王犯愁，要娶这么一个丑的女孩为妻，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于是国王安排了4匹马拉着的马车，将女孩接了回去。随后他叫了一个牧师，举行了婚礼。虽然国王心有不甘，但也渐渐习惯了他长得丑又瘸的妻子。最终他慢慢忽略了妻子的外貌，他们就如此生活了一段时间。然而这女子当上王后之后，却越来越不开心。再这么下去，1年过去之后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包括国王在内，没有人能使王后开心起来。有一次，当国王带着随从去打猎的时候，命令大家到达山顶之前不得停下来，而且他们要在山顶上的漆树之下扎营。尊敬的国王殿下，有事情汇报，我们没能在漆树下扎营，那里已经有个小黑人，他生了非常大的火，我们最好不要过去。亲爱的随从，怎么可以不去呢？就算是恶魔本身，我们也要去看看。
他们到达山顶时，就看到了那火。在火的周围有个小黑人，他在巨大的铁锅四周手舞足蹈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巨大的木勺。我跳啊转啊，煮着米糊糊，等待着美丽的新娘。我是55魔小妖也。当国王看到之后，哑然失笑，想着回家之后讲给妻子听，说不定能逗她笑呢。事实也如此，王后笑逐颜开，好像从来都没有伤感过一般。时间飞快流逝，一天的中午，到了与恶魔约定的时间。正午的钟声敲响时，国王和王后坐在桌子上喝着汤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王后立马知道来人是谁。谁呀？是我呀，我的心肝儿，是我教会你把麻絮线织成金线的。1年期限一到，我是来接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能说出我叫什么，那你就可以留下来。对呀，你叫什么呢？你叫55魔小妖，快下地狱吧你！小黑人气得就地爆炸了，爆炸后产生的焦油震到门上，粘在墙上，永远留在那里。这时候，国王追问王后，他是谁？居然和恶魔做交易。王后吓得什么都说了。心肝儿啊，如果你现在还能从麻絮线织出金线来，你就可以留下来；但是如果不行，那你就有多远滚多远。于是他坐了下来，说：“魔鬼，魔鬼，金线凳。”然后开始织起来。然而他并没有织出金线来，他愤怒地撞向了门。他也和恶魔一样，变成了一堆焦油。后来，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，鞋匠们专门去那里刮焦油。如果焦油还有，他们应该还在去那里吧。